2026年3月17日，日本岐阜基地的跑道上，一个长相极其怪异的家伙刚刚腾空而起。如果你第一眼看到它，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架川崎 C2 运输机，生了某种重病。它的机头肿起一个巨大的包，机尾像被打肿了一样，机身两侧还挂着几个硕大的流线型突出物。这副长相被航空迷戏称为鸭嘴兽。这就是刚刚完成首飞的日本最新型远程电子战飞机 EC2。它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取代那架服役了快40年的老古董 EC1， 更是日本自卫队从抱紧美国大腿到自己掌握的关键一步。为什么日本非要把一架昂贵的运输机改成这副丑样子？这几个巨大的鼓包里到底装了什么黑科技？它和 EA-18G 咆哮者相比，谁才是最强？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这架全球最丑的神秘战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要聊 EC2， 我们就得先看看它的前任。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编制里，有一架存在感极低但地位极高的老飞机，代号 EC1。这架飞机是用上个世纪70年代的 C1 运输机改装的，最显眼的特征就是机头装了一个圆滚滚的雷达罩，看起来像个鸭嘴，所以这40年来，飞行员私下都管它叫鸭嘴兽。这时候，很多人会纳闷，为什么日本搞电子战放着帅气的战斗机不用，非要死磕笨重的运输机？其实道理很简单，就2个词：电量和热量。大家可以把电子战想象成在黑夜里开车，你想让对方的雷达看不见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足够亮的远光灯，直接让对向来车失明，也就是电磁波功率大到能直接盖过对方的信号。而要产生这种能远程压制防空网的功率，飞机就必须背着巨大的发电机。这还没完，这些高功率电子设备在运作的时候产生的热量非常惊人，如果不给它配上一套强大的液冷循环系统，飞机还在飞着的时候，内部的电路板可能就直接烧化了。普通的战斗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飞机，机体空间太小，塞进去发电机就塞不下冷却器，续航时间还短。而川崎 C1 运输机这种平台，肚子里空间大到可以装下一整座小型工厂，这才能支撑得起 EC1 在几百公里外对着对方的防空网进行大面积全频段的强行干扰，而且能一飞就是10几个小时，不需要频繁落地。但是原本那架老旧的鸭嘴兽一代 EC1 真的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它服役于80年代。那时候的雷达信号相对简单，频率死板，很好对付。但到了近些年，现在的防空系统早已进化成了数字化，跳频速度极快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EC1 发出的干扰波，在现代雷达看来反应太慢，频宽也窄得可怜，除了在屏幕上制造点噪音以外，几乎起不到实质性的压制效果。于是 EC2 的出现就是为了终结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家仔细看首飞的这架 EC2， 它身上那几个鼓起来的大包分布的很有章法，机头、机尾和机身两侧各有一个，这在技术上叫全向覆盖。与前辈 EC1 不同， EC2 里面装的是日本东芝最新开发的有源相控阵干扰阵。这些设备不再像是以前那样朝天乱喊，而是能通过内部的算法精准地把干扰能量汇聚成几道极强的电磁射手。这就像是以前拿着个破铜锣在人家门口瞎敲，虽然吵，但戴着耳机还能干活。现在日本是直接把大功率干扰器对准人家雷达的耳膜射过去，这种干扰的逻辑非常务实， EC2 根本不需要冒着被导弹击落的风险冲到前线，它只需要在自家的海域上空一边盘旋一边远距离发信号，只要它按下开关，几百公里外对方的雷达屏幕上原本清晰的目标数据就会瞬间变成一团乱码，或者出现几百个虚假的幻影。这架飞机之所以长得这么抽象，是因为日本设计师完全放弃了美观，他们把机体上每一处能利用的地方都用来安置天线和传感器。从40年前的鸭嘴兽一代到今天的鸭嘴兽进化，这不仅是机体的更替，更是日本航空工业的一场角色转向。他们受够了那种只能偷听信号的侦察模式，现在的 EC2 是带着武器上天的，它要在那片敏感的空域强行夺取电磁空间的解释权。那么问题来了， EC2 作为日本最新的电子干扰机，它和我们的老朋友全球最强 EA-18G 咆哮者谁更强呢？聊到电子战，怎么能绕得开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呢？那家伙是战斗机出身，能飞超音速，能翻跟头，还挂着反辐射导弹，堪称全能战士。很多人会觉得日本弄这么大一架运输机在天上晃悠，碰到美军的咆哮者不是被吊打吗？这其实就是对电子战最大的误解。大家都知道，电子战干扰的距离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线的尺寸。EA-18G 毕竟是架战斗机，它的挂架空间就那么大，只能在翅膀下面挂3个干扰吊舱。这些吊舱虽然很先进，但受限于尺寸，里面的干扰阵面积非常有限。你看 EC2 身上那几个鼓包和它头上的鸭嘴，那里面的有源相控阵天线尺寸是 EA-18G 挂载吊舱的好几倍。这意味着在同样的距离上 ，EC2 投射出去的干扰能量能比咆哮者高出1个甚至2个量级。接着是持久力，这也是日本选择大飞机平台最高明的一点。
美军的EA-18G 每次出任务基本上都要带2个巨大的副油箱，飞上1-2个小时就得找加油机。它的压制通常是爆发式的，只能跟着进攻机群冲过去闪一下，掩护完就得跑。而 E-32 这种运输机平台肚子里全是油箱，它可以在公海上空一待就是10几个小时，它不需要冲锋，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持续压制能让对方的防空系统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致盲状态。此外 E-42 上还用了一些黑科技，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尤其是高频氮化镓器件上的技术其实是全球顶尖的。美军很多雷达和干扰机的核心芯片其实也是日本产的。这次在 E-42 上，日本三菱电机直接把他们最好的氮化镓技术全堆了上去，这让 E-42 的干扰频率范围变得极其宽泛。它不仅能干扰常规的预警雷达，还能精准地对准对手先进战斗机之间的数据链，甚至是高超音速导弹的导航频率。而且它的三菱 AESA 系统能实现多目标分时压制，也就是在同1秒钟内算出几10套针对不同目标的干扰方案，然后像变戏法一样让周围几百公里内所有电子系统全部打假。我们可以拿它和俄罗斯的伐木工电子战机比一下。俄罗斯那架飞机虽然也大，但它是基于老式的涡桨科技改的，它的逻辑比较原始，是扫描到信号录下来再放回去。这种方式在面对现代这种会变频会跳频的聪明雷达时经常会慢半拍。而日本这架 E-42 玩的是投毒，它能通过机身上的大量传感器实时分析对方雷达的脉冲规律，然后由后台的超级计算机算出这个雷达的逻辑死穴。它发出的信号不是噪音，而是能让对方防空电脑死机的虚假数据。当然有人会说， E-42 这么大，在天上飞得慢，不是导弹的靶子吗？这正是它的聪明之处。它执行的是防区外打击，它根本不需要进入对方防空导弹的射程。它在几百公里外利用巨大的功率优势，直接把对方防空系统的火控雷达搞成雪花屏。在美军的战术体系里， EA-18G 是负责跟着战斗机去踹门的，而日本的 E-42 更像是那个直接把对方家里的总闸给拉掉的角色。形象一些讲， EA-18G 是游戏里的刺客，一旦开战直扑对面的后排完成绞杀，而日本的 E-42 就是泽拉斯，打团就在后面丢技能放大招。所以他俩的强弱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强行突袭斩首行动，那 EA-18G 依旧稳坐第一，而如果是面对敌人饱和打击要打防御， E-42 可能要略胜一筹。这又是 E-42 给日本带来的利器，而它的意义也远不只是作为一架新型飞机。有日本专家在看过 E-42 首飞后惊呼，日本防护迈向新时代。为什么一架飞机的首飞竟然打开了日本战略格局呢？聊到这儿，我们把视线从那扎眼的鸭嘴上挪开，把视角拉到1万米高空，看看日本人的盘算到底是怎么打的。很多人觉得电子战机嘛，不就是去瘫痪别人的雷达吗？听起来像是要去砸场子。但如果你看懂了日本自卫队现在的处境，你就会明白 E-42 的出生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憋了几十年的噩梦。这个死局说起来特别简单，其实就3个字：玩不起。大家想一个很现实的画面，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像根油条一样横在海面上，一点路子都没有。对方的飞弹射过来，飞到东京，可能也就是你刷2个短视频的时间。以前日本人的思路很死板，就是拼体力，你扔石头我就举盾牌，你有巡航飞弹我就买昂贵的爱国者驱澜。但这事儿有个极其冷酷的逻辑，现在的战争流行饱和打击。什么叫饱和打击？说白了就是欺负你钱不够，欺负你脑子慢。如果对方一口气砸过来200枚飞弹，后面还跟着几百架只要几万块钱的自杀无人机，你怎么办？你的拦截系统就算百发百中，你的弹药库也总有见底的1秒，你家里的雷达总有烧糊涂的一瞬。这种一发换一发的体力活，防守方永远是那个被拖死的倒霉蛋。所以 E-42 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的防卫逻辑发生了一个从玩体力到玩脑子的转折。简单说就是我不去拦你的飞弹了，我直接去修改你飞弹的飞行参数。现在的飞弹其实不是石头，它们是高度依赖数据的导航，要靠 GPS 带路，要靠卫星给口信，最后还要靠头顶那只雷达眼去死命锁住目标。而 E-42 干的事儿就是防区外开大灯。这架飞机不需要冲锋，它只需要在后方的公海上空悠哉悠哉地按下那个电磁开关。由于它的那个大块头肚子里装的是像小型工厂一样的大型发电机，它射出来的电磁波功率大到能直接把对方飞弹的接收器给亮爆。在那一瞬间，原本飞向码头飞向机场的飞弹会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雪花。这不叫拦截，这叫 A 打烽烟。它把对方耗资千亿精密到极点的打击体系强行给拉到了2战时期的水平。你的飞弹找不到路，只能在天上瞎转圈。这种致盲式的防卫比费劲拦截一枚枚飞弹效率高出了100倍。而且 E-42 还解决了一个日本人一直不敢说出口的痛点：自主研发。这个点非常关键。以前日本用的电子战设备虽然好使，但里面装的是美军的黑匣子。美军的数据库里存的是全球通用的信号，但问题是日本面对的雷达频率、飞弹的跳频逻辑，那是专门针对这片海域的特供版。如果关键时刻对方换了一套
美军库里没有的冷门频率，日本的防御网瞬间就会变成筛子。但 E42 不一样，它的设备全是日本三菱东芝等自研的，这意味着日本人可以把这几十年来在自家门口偷听到的、搜集到的所有电磁信号，全部写进 E42 的代码里。这种定制化的防卫才是最高级的安全感，它让日本的防线不再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而是能针对自家的威胁随时改代码打补丁。这种电磁空间的自主权是任何买来的武器都给不了的战略定力。所以别看这架飞机长得像个鸭嘴兽，在2026年的作战体系里，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抽水泵。它在后方一开机，就能把己方雷达眼里的杂波全部抽干净，让自己的飞弹看得清清楚楚，而让对方的视野变成一团浆糊。日本自卫队看得很透，在算力时代，真正的防守不再是修一堵更高的墙，而是让对方的冲锋根本看不见城墙在哪儿。这种不追求美观，只求功率的实用主义，正是日本这几年防卫转型的缩影。他们正试图通过 EC2 在电磁频谱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为自己筑起一道防御长城。当对手的飞弹成了瞎子，所有的侦察手段都成了乱码，那还有发动攻击的底气吗？在开火前就感到绝望的电磁遮断，才是 EC2 这种丑陋外壳下最硬核的底牌。分析到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E42 在2026年3月17日的这次首飞，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性能测试，它是日本对未来战争的一次深度压铸。在这个算力及战力的时代，单纯的火力碰撞已经决定不了战争的走向了。真正的杀招正逐渐隐藏在那些看不见、抓不住的电磁脉冲里。E42 那副让航空迷们疯狂吐槽的长相，其实就是这套逻辑最直观的注脚。他主动放弃了飞行的优雅，放弃了载客的舒适，把所有的资源都献祭给了天线、发电机和降温设备。这本质上是一种极度清醒，甚至带点冷酷的务实主义。下次如果你在新闻里看到这个长着鸭嘴的怪胎，请千万不要嘲笑它的丑陋，因为真正的战场统治者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外壳。那声低沉的发动机轰鸣，其实是日本在向外界宣告，关于电磁空间的这场戏，我们不打算只当观众了。好了，关于 E42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别忘了点赞关注。你觉得 E42 和 EA-18G 谁更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